阿影，我以为你永远都不想见我了。身上的伤是没大碍了吧？劳烦义军挂心了。老身身子骨一向强健的很，这点小伤并不碍事。那就好。义军，这是什么意思？都怪我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如今你将这玉环拿去，置于墨渊上神口中，你就不用再用心头血了。多谢义军一番好意。只是如今师父的仙体已经不需要我用心头血来将养着了。这等宝物，义军还是拿回去好生供养着吧。阿英，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义军现在一心将心思扑在老身身上，不过是因为义军觉得老身在被抛弃后，没找个好地方一头撞死，反而像现在这样活得好好的。一定让义军感觉老身从未将心放在义军身上，所以才这样一番纠缠吧。阿英，你以为我对你只有不甘心吗？你我二人像今日这样平和地说话，怕是今后不会再有，所以有些话还是今日说清楚吧。7万年前，我确实因为你而出尝情滋味，因是初次，比不得那些花丛老手，态度自然冷淡被动了些，但对你的情谊却是满满当当的。你也是知道的，当时我们两族之间是有些嫌隙，以至于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想着如何说服爹娘，让我能嫁给你。当时我想到一条好的理由，就喜滋滋地将它写在绢帛上，生怕自己忘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可笑。你呢？在我对你情谊最浓之时，给了我当头一棒。你只知道我放手放得潇洒，却不知道这潇洒背后，我有多少辛酸苦楚。当年，师父仙逝，我强撑着一颗卑微的心，到大紫明宫找你借玉魂。你永远都不会明白，我鼓足了多大的勇气，也永远都不会明白，你让我有多失望。不是那样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有重伤在身。你如果告诉我，你用心头血来保护墨渊的身体，我一定不会不给你。当时没有给你玉魂，是因为我知道你在保护墨渊。是，我嫉妒他，我嫉妒墨渊。可是阿英，我其实从未对你忘记。你能原谅我吗？义军，你今日说对我从未忘记，只是因为义军你这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自己得不到或已失去的东西，一旦得到了，你便不会再珍惜。你这么说，只是为了想少些负担吗？其实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对不对？
我和玄女一世，你放手放得如此潇洒，你早就对我厌恶之极了，对不对？可是人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你是我一生的挚爱，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呢？你当年做了那样的事，你还希望我跟玄女同室一夫吗？从大紫明宫走后，我确实怨你恨你。但当我在炎华洞失血过多，命悬一线之时，我发现脑中浮现的竟不是你的脸，我才知道，我这段情伤算是到头了，我终于能够解脱了。阿姨，别说了。离静，你确实是我白浅这14万年唯一倾心爱过的男子。只是沧海桑田，我们回不去了。是我明白了太迟，而你也终究不会在原地等我了。从今以后，我们便是路人了。告辞。明明是那么甜蜜的话，由你说出来，怎么就那么令人心伤呢？你看这天，怕是快要下雨了，快走吧。就算是我们青丘的入口，至少也会有个迷谷坐镇。你这36天大罗天界的，连个看门的人都没有，也太不气派了。今日太上老君开坛讲道，估计他们都去赴法会了。原来是有法会啊！浅浅，听说你在凡间帮元真斗劫时，你常同元真论道。如今想必是道根深知了。太上老君这数万年来，讲遍天上无敌手，在高处不胜寒这个境界，已经站得十分孤单。此番你上天，正好可以与他辩上一辩。好说，好说。听说你3万岁上开府建衙时，天君赐了洗无功的名字。不错。只是你这里如此昏暗，倒像那东海百日宴的水晶宫那般。因为你见不得强光。因为我。浅浅。我带你进去。
想不到来你这九重天，竟然要跳进来，不能走正门。若走正门，定会将大大小小一院子全惊动了，呼呼喝喝的甚讨人厌，哪有跳墙来的方便？是这么个道理。啊，对了，今天我们来得早，还没到那个嘉云小仙来送文书的时辰。你该不会是没有告诉他，不要将文书送到青丘，让他白跑一趟吧？你刚刚说的有道理，还好没从正门进来，惊动那些小仙，不然会很麻烦。话说回来，昨天我们回来的晚，积了多日的文书，你阅得怎么样了？总瞧着这太子比东华那等板正的神仙还要严肃沉稳，今日却能流露出这么一番少年人才有的神色来，着实不易。我有件事与你商量。浅浅忽然如此认真，不知是为何事？不是什么正经的事。我将在这九重天上休养2、3日。既然来的时候是悄悄来的，没有打出上神的名号，也不能让你大张旗鼓的为我辟出一处寝殿来，不如就在团子的庆云殿凑合2日罢了。你想住阿离的庆云殿？不方便吗？我早已为你辟出了一处寝殿。啊，对了，我师父的事，外人不会知晓的。你这院子里也有桃花，是蟠桃园搬过来的吗？这是300年前我种的，到了今年才开这第一束花。300年才开第一树，你也真是有耐心。一览芳华，真是个好名字，跟你这洗蜈蚣倒是很配。为何自从迈入这院子，就感觉不太对，不太舒服？上神，喝茶。嗯。娘娘，难道果然是你？奶奶等了你300年，你终于回来了。太子殿下，这结魄灯果然是圣物，做的娘娘一丝都没差的。这位仙子，你应该是认错人了。老身是青丘的白浅，并不是你口中的娘娘。奶奶，这位是青丘的白浅上神，他会在院中暂住几日，便由你来服侍了。起来吧。上神待会儿会去灵宝天尊的天泉洗浴，你先去做好准备。是。
你先去休息一下，我去把阿离抱过来。好。什么？白浅上神来了九重天？是啊，娘娘，刚才进了南天门，如今已经入了一览芳华了。你说什么？一览芳华？那个地方，君上不是从不让人靠近的吗？是啊，娘娘。奴婢也觉得很奇怪。按理说，这君上300年来一直都护着那个凡人住的地方，如今怎么突然就准许别的女人来住？心诺，我觉得这个白浅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应对。娘娘为何这么说？君上为他屡屡打破禁忌，就像失了心魄一样。我之前还安慰自己，说没关系，起码君上心底最爱的是一个死人。可是现在，心奴，你会帮我的，对不对？无论何时，你都会帮我赢回夜华的心，对不对？娘娘放心，奴婢一辈子都是娘娘的左右手，一定会帮娘娘。娘娘，你先不要怕，他才刚来9重天，还不熟悉这儿。毕竟我们已经住在天宫里几万年了。对，我不能慌。我是这西梧宫明媒正娶的侧妃，我不该慌，我该静观其变，再看看怎么击退他。你们太子殿下一直这么喜欢桃花吗？我家娘娘很喜欢桃花。她走后，太子殿下就栽了满院子桃树。你说的是阿离的娘亲？上神也听人说起过。我初次见到阿离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我了。我家娘娘她生下小殿下后就离开了，小殿下从小就是奴婢带大的。娘亲，你来啦。奶奶，你怎么了？没事，奴婢说话，请上神恕罪。如今团子的亲娘已香消玉损，再享不了离儿绕膝之乐，却让我这个做后娘的白白捡了个便宜，必是看得这小仙娥心中不忍了。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仙娥！娘亲抱抱。娘亲呢，身子不大好，让你夫君抱吧。阿离知道了，娘亲又有了小宝宝，对不对？那书上就这么写的，说有一位夫人怀了小宝宝，他们一家人就都不许她再抱别人家的小孩来道。她动了，对，胎气。你这个算苗高的小娃娃，怎么连胎气都知道啊？阿离，是谁给你看这书的？是程昱借给我的。又是程昱。这程昱真是个妙人。就算是上神有了身孕，小殿下，你脸红个什么劲儿啊？本天孙高兴了，娘亲有了小宝宝，本天孙就再不是天上最小的一个啦。倩倩，不如大婚后立刻生一个。这小宝宝如果由你来生的话，我倒是很乐意出那一份力。
既然阿离也来了，不如我们一起去上清境吧。走。参见太子殿下。夜华，若是用你正妃的名义来这泡，能有几个仙娥引路？10个，怎么了？我觉得我的接品不升反降，这可不是笔好买卖。若是我们继任了天君天后，便有24个仙娥为你引路，再添上4个心灵手巧的，给你搓背。这听起来还不错。参见太子殿下。此处竟有酒喝。这些酒是果酒，如果阿离要喝，你可以喂他喝一点，但万不能让他喝多了。时令的蔬果们也都可以给他吃一点，但每样只能吃半个。你这既当爹又当娘的，真是不容易。这么多年，习惯了。你这幅扇子上面的桃花画得挺好，但缺了应景的诗词。不如你先泡着，我去给你提好词，你来书房找我。好。娘亲，夫君怎么走了？不同我们一起泡吗？天将降大任于你父君，你父君去接大任了。为凡人时你就喜欢桃花，没想到身为上神的你，依旧不甘喜好。贤妾，我自欺欺人也罢，你擅长掩饰也罢，虽然我和你之间的情分比你当年和墨渊浅了许多，但你是我夜华此生唯一爱过的女人。我愿等你，等你忘记墨渊，真心爱上我。姐姐找我。今日君上终于回了紫宸殿。你若不把握机会，就不能怪我不帮你了。姐姐的意思，妙清不大明白。这是一盅给君上的补汤。君上难得回一次洗蜈宫，你心思要活络些，今夜多在案前侍奉。如若君上动怒，你不了解这个男人，他若真与你有了肌肤相亲，就一定会负责。还有，你不用怕他动怒。一来，你是阿离的救命恩人，他不会要你的性命；二来，你还有我，我会保住你。毕竟在洗蜈宫，你只能依靠我，而我除了你，也没什么姐妹了。
谢谢姐姐。上神请用。刚刚是梅子酒，这杯呢？回上神，这是枇杷果酒。枇杷果，我在青丘的时候最喜欢同阿离吃枇杷了。是啊，我娘亲最爱喂阿离吃枇杷了。醉了啊？身上这么滚烫，看来不是装的，这也太不胜酒力了吧？小殿下头一回喝这么多酒，醉成这样，奴婢还是把他送去药王府看看吧。不必了，我喝酒也喝了10几万年了，也算半个行家。阿离刚才喝的这个酒啊，是鲜果发酵酿成的，喝再多也不会醉人的。可，奴婢还是怕会有什么闪失。他是男孩子，不必这么娇生惯养。你听我的，将他抱回去睡一会儿，过3个时辰，他指定就醒过来了。是。上神请用。这小婢女竟对救主如此忠心，她的救主已经走了有200、300年了吧？回上神，奴婢并不清楚洗蜈宫的事。太子宫中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吗？奴婢只听说，当年洗蜈宫发生了桩事儿，当时的仙娥和侍卫们都被天君贬居下界仙山了。看来天君为了掩盖这件事，还真是想得十分周全，连仙娥都换了。难怪我在青丘只听说夜华极宠爱素锦，宫中再没有任何妃子，才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唯一的儿子是素锦生的。老身此番初次来到天宫，并不熟悉这里的路，还请这位仙娥带路，去太子殿下的书房。上神请随奴婢来。君上，什么事？奴婢等君上很久，好不容易等到君上回来，不知君上能否听奴婢说几句话？当初妙清因为救了小天孙，因此侍奉了君上几日饮食起居。这算是妙清的福分了。可是妙清因此却要求君上，让奴婢来洗蜈宫做婢女，妄想能得到君上的垂青。这是妙清的错。妙清决定今日离开九重天，回到东海。今夜就将这一盅羹汤，当做妙清最后为君上做的了。不知君上能否把它喝下，算是了断君上与妙清的这一段缘分呢？本君与你并无缘分，但你与阿离有救命之恩，你我也算是主仆一场。这个汤，就算是了断吧。不必了。你是不是很想本君喝下去？这汤是妙清亲手做的，自然希望君上能够喝下去。这也是妙清的一番心意。君上为何？本君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不知君上要问什么问题？前些日子，你回了趟东海。妙卿因为很想念兄长，所以回去探望。你可知道，你去探望兄长那日，东华帝君正在凡间渡劫。不知道。那日东华帝君在凡间被人推了下去，同时白浅上神也被人推了下去。他当时周身法力被本君所封，险些淹死。是吗？好险。是好险。你可知道白浅上神在这四海八荒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吗？青丘、天族都不会放过推他的那个人。苗青，啊，你真不害怕你们东海你的兄长会因此获罪吗？你真不怕你会因为谋害上神被永坠畜生道吗？妙卿一时糊涂，求君上恕罪。若不是你对阿离有救命之恩，你真以为你能活到今日吗？是妙卿糊涂，求君上恕罪，君上恕罪啊！再来，你告诉我，这汤里面放的什么？这汤里是能让君上喝下之后与妙卿欢好。这么厉害，谁给你的？是奴婢从凡间买的。凡间？你真以为凡间这种药对本君管用吗？妙卿只是……君上，臣妾听宫娥们在议论，说君上在责罚妙卿妹妹，也不知妹妹究竟犯了什么错，但想必一定是并无恶心，可能是太过思慕君上所致。还望君上能看在妹妹曾救过阿离的事情上，饶过她这一次吧。此处竟无人守着吗？该不会当头鸿运又让我撞上别人闺阁斗趣吧？夜华虽冷漠沉稳些，到底血气方刚。这天上的一众仙娥又都生得不错，但夜里对着一案的枯燥公文，定然十分烦闷。晃一抬头，见着一位眉目似画的小仙娥在一旁红袖添香，自然是要云雨一番。我还是避一避吧。浅浅，你这一来一去的到底要做什么？那扇子我已经贴好词了，你进来拿吧。罢了，倒是要看看你能瞧上的仙娥是如何仙姿。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好美的一双眼，可惜这小仙娥虽生的也不错，却配不上这双眼。你这双眼睛，生的倒是不错。苏苏，瑶清公主，本君这洗梧宫实在腾不出任何位置来容你了。明日一早，你便回东海。只要你不再做什么出格的事，本君对过去既往不咎，也算是还上阿离的救命恩情。
素锦，你倒是很重情义。如果你实在舍不得妙清公主，不如向天君请一道旨，请天君将你一同嫁去东海，你看如何？君上，是妙清一时迷了心窍，才会用下了秦瑶的羹汤来勾引君上。君上，不管你怎么罚我，我都不会反抗的。哪怕是每日领7749道天雷劈身，妙清都不会怕。只求君上不要让妙清离开这洗梧宫。妙清这一生的夙愿，就是能留在君上身边，一辈子伺候君上啊！娘娘，娘娘，上回妙清认错了你，你帮了妙清一次，这一次，请你再帮帮妙清。娘娘。妙清公主既然跪了我，如若我跪回去，也是拉不下这个脸的，少不得要说两句。你说。其实这个事情，真的不是妙清公主一个人的错。你当初明明知道她对你有情，还要把她带到天上来。我知道，你是为了报阿离的恩，让她躲过她的婚事，等她想清楚了再回东海。但她不一定是这样想的，她一定觉得你对她也动了心。你既给了她这个念想，又扮作正人君子，迟迟不肯动手，少不得便要逼着她亲自动手了。但是当初，他说进来洗梧宫当个婢女便心满意足。恋爱中女子说的话，你也信的？听老身一句话，还是尽快回东海吧。她是本君的妻，也是这洗梧宫唯一的娘娘。她既然如此说，妙清公主还是回东海吧。君上，君上！洗梧宫这么大，你能找得到一揽芳华吗？应该还是找得到吧。我送你。娘娘，娘娘，求娘娘求求君上，都是娘娘让妙清这么做的呀！娘娘，你说，是本宫让你这么做的？妙清，本宫怜惜你对君上一片痴心，你竟要借此陷我于不义。娘娘，妙清不是这个意思。本宫真是错看了你。娘娘，刚刚妙清口不择言，求娘娘恕罪。既然君上已经让你离开，你也别耽搁了，现在就走吧。娘娘。
你没事吧，娘娘？还顺利吗？星诺，我终于知道，为何月华会对他如此紧追不舍。娘娘，你在说什么？我刚才看到了青丘白浅，你可知道他长得像谁？他竟与那个凡人生得一般无二。娘娘，你在说什么啊？素素，就是素素，他竟和那个素素生得像极了。送到这里，剩下的路我就认得了。哎，接下来的路我真的认得了。我送你到这里面，不是真的为你带路，我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让那个公主回东海？不是你也希望她回东海吗？只是因为如此吗？你这样问我，我倒不知该怎么答你了。果然如此。果然什么？我没有忘了之前对你的承诺，我会记得帮你纳几房侧妃的。只是，既然你不喜欢这公主，那便让她回东海就是了。说起来，这公主心机确实沉了些，今日能对你下情药，改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这后宫还是清静点的好，你说呢？我原本就不该问你这话。方才将你叫入屋内，是为了让你促一促，却未想到你由始至终只是在看热闹。我在你的心中竟没有丝毫的分量。白浅，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你要等他等到何时？我在你的心中竟没有丝毫的分量。白浅，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你要等他等到何时？明明之前困意汹涌，如今躺在这软乎乎的云被里头，倒睡不着。我在你的心中竟没有丝毫的分量。白浅，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上神，上神，上神，上神！上神昨日说小殿下3更便会醒来，如今已过了3更，小殿下却仍没有醒来的征兆，反倒是小脸越来越红。奴婢急得很，也没有别的法子，才来惊动上神的。耿贤的小娃娃喝了果酒，确实睡到3更便能醒过来。看来我是高估了阿离了。
照他这势头，大概要睡到明天早上了。不过你看他这小脸红扑扑的，说明酒意正发出来了，你不必担心。你该不会自打昨日抱了团子，到现在眼睛都没合一下吧？放心吧，我等下渡他些仙气，保证明天起来又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团子。不过这小娃娃喝了酒，第二日最好喝些煮的糊糊的粥。你先下去歇息吧，养足精神，明早多些粥来。但小殿下若是扰了上神的安歇，你看他现在睡成这个样子，就算是将他团成一团，滚到庆云殿，他也未必醒得过来，如何饶得了我？照顾小孩子真不是件容易事，这夜华也真是颇有耐心呢。来，小殿下还未醒过来。真是辛苦你熬了这碗粥了。这粥放凉了也不好，上神还未用早膳吧？若是不嫌弃，且请尝尝奴婢的手艺。不必了吧？这粥奴婢熬了2个时辰，若是到了就可惜了。况且上神稍后还要去上清静的天泉，空着赴去也不好。你说的也是，那我便尝尝吧。果真是好手艺。上人，这么大阵仗，灵宝天尊真是有心人啊。娘娘，本宫晨间散步，受一股纯然的仙气指引，不经意就走到了这儿。怎么，这一览风华里来了什么贵客吗？回娘娘，是白浅上神。是青丘的那位姑姑。你怎的也不去我宫里通禀一声？回娘娘，君上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姑姑。不用怕，本宫明白你是个老实人，只是你不懂，本宫是这洗梧宫唯一的侧妃，而姑姑她又是未来的太子妃，这于情于理，本宫都应该去拜见才是。娘娘，君上吩咐过，任何人不得靠近一览芳华。只是今日青丘的这位姑姑来了，作为晚辈，我不去行礼问安，这岂不是会坏了我们天宫的礼数？况且我也许久没有见过小殿下了，恰好去看他。可上神已经去上清静了，小殿下也还歇着，娘娘就别进去了。
上清境，灵宝天尊的上清境，不是已经关闭许久，竟重新开了吗？君上说上神在异界大战一场，受了伤，这才去天泉疗伤。是吗？那本宫更要替君上好好招待这位上神了。那晚些时候本宫再来。我当初一见他，便晓得他是个不安分的。那东海上来的妙卿，昨夜果然出事了。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听说昨天夜里，我们娘娘还去为那妙卿求了情，在君上的书房里跪了半夜。娘娘还真是万中无一的娘娘，人长得美，性子也和顺，却不知君上为什么从来也瞧不上她。我分到娘娘殿中这么长时间，却还没见君上来过一回呢。唉，娘娘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啊。是啊，娘娘这样善良慈悲，将来怕是要吃青丘那位上神许多苦头。听他们说完，你可听说青丘那位上神，像是已有14万岁了？竟有14万岁了，那不是成老太婆了吗？哼，老不知羞的，定是用法术迷惑了君上。我依稀记着，这天宫里有一道规矩，是不得妄议上神，是不是？是。这2个宫女太不像话了，惹怒上神。动怒倒是没有，只不过偶然听到别人这样说，不大顺耳罢了。虽然我是不太计较，但这天宫这么大，总是要让人知道，这规矩立在这儿不是当摆设的。你们说是吗？上神说的是。而且这后宫呢，最忌讳热闹。我看这2个小仙娥也是性子太活泼了些，恐怕不适合这份差事。不如你们挑拣挑拣，帮他们另谋份差事吧。是。今日阿离也不在，我自己在这天泉也是无趣。你们在此候着吧，我去挑几本书来。是。你是不是给阿离喝酒了？他从昨天下午睡到现在都没醒，到底怎么回事？我不过昨天多喂了他2壶果酒，让他醉了个酒罢了。他睡到现在都没醒，你怎么不通报我一声？为什么不找药王来给他看一下？阿离还是个小孩子，你干嘛这么紧张啊？我小的时候去偷喝折颜的酒，醉了4、5天都没醒，我爹娘也没怎么样。再说了，阿离不是个男孩子吗？你这么娇生惯养他，免不了长大了他要娘娘腔的。阿离不是你带大的，所以你就一直将他当成祭子看待。如果他是你亲生的，你还说得出这种话吗？没错，老身自然生不出来这么一个活泼讨喜的孩子来。只可惜生了阿离的那位烈女子，已经跳下了诛仙台。老身师承昆仑虚，修的是逍遥道，自然没修得一副菩萨心肠，带不好你的阿离。我记得夜华君的那位侧妃，心地倒是善良的很，肯定能将阿离照顾得很好，免得在我这里吃亏了去。你不用说这种话来欺负我，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一大早就被2个天族的奴婢编排也就罢了，回来还要被天族的太子教训。我来此处是养伤的，又不是受气的。
上神，上神可见到方才是谁从这院子里出去了？怎么了？慢慢说。上神责罚奴婢吧，都是奴婢的错。上神对小殿下这般好，就算是奴婢的主子再生，也会感念上神的。此番若因了奴婢，让小殿下栽在素锦娘娘手里，那奴婢就……你刚刚说，团子栽到素锦手里，是什么意思？是奴婢着急了。方才上神前脚刚刚走，素锦娘娘就来了，说是受了仙气指引，来一览芳华，看看贵客，顺便看看小殿下。那素锦来见我？是。可君上早在300年前就说过，素锦娘娘是不得靠近一览芳华的。素锦娘娘这些年也一直遵守着规矩，可今日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来了，奴婢死活拦着才将她拦住。没想到我刚去后院打水，回来就发现小殿下不见了。你先别担心了，抱走团子的是夜华，跟那素锦没什么干系。上神说的可是真的？我骗你做什么？若真是那素锦把团子抱走了，我早就去抢回来了，还留在这安慰你吗？那便好，那便好。不过话说回来，看你如此提防素锦，这素锦可是与团子他亲娘跳下诛仙台这件事情有什么干系吗？天君明令了，任何人不得提起此事。当年知道这件事的仙娥，都被派去各仙山，不在天宫了。好了，你不必说了，我也懂了。他们现在在哪儿？你便带我去看看吧。若团子无碍，我便将他抱回来。是。君上不必担心，小殿下只是酒量太浅，没什么大碍，在这醒酒汤里泡一泡，黄昏之前就能醒过来了。阿离怎么了？回三殿下，小殿下就是酒量太浅，多喝了2口。啊？好，你先下去吧。是。哎，方才有人跟我说，你火急火燎抱着阿离从一览芳华冲出来，我还以为小阿离出什么事儿了呢，让你如此忧心。啊。我以为你把白浅带到天上来，也算好事将近，会心情愉悦呢。可看你这脸色，也没好到哪儿去啊。是因为要做新郎官焦虑了？上神，团子如何了？回上神，小殿下如今已醒了。醒来了，为何不跟你一道回来？君上说，小殿下方才泡了药汤，今夜就留在紫宸殿了。那今天就不送过来了？罢了，我还是去看看吧。说什么青丘女帝，还未嫁人的女人都不懂得学会照顾孩子。阿离才这么小的年纪，就为了这么多的酒，睡了1日1夜，都不觉得内疚。若是以后嫁入洗梧宫，怕阿离是没有这样的好日子过了。青丘的人大多善吃酒，他并非有意而为。是啊，我娘亲她就是觉得我爱喝，就宠着我，让我多喝了几口罢了。还娘亲呢？谁教的？白浅上神。
她就是娘亲，是父亲画上的那个娘亲。画上的。回娘娘，臣妾前2日见到姑姑时也吓了一跳，确实很像。总想让你忘了300年前的事情，如今你心里有了这个上神，本宫反倒忐忑不安了。夜华，你告诉娘，你是心里真有这位青丘白浅，还是把他当做那个凡人了？母妃多虑了。夜华的妻子，便是天君赐婚的白浅，儿臣从未把她当作别人。那就好，那就好。你作为侧妃，于情于理都应该拜见一下这位上神。臣妾今日便去了。不巧，姑姑她去了上清净天泉，明日一早，臣妾便再去一趟。好。上神，平日2位不是贴身伺候吗？今日怎能守在殿外了？君上在殿内和乐须娘娘在一起。乐须娘娘，夜华的母妃。正是。上神找君上有什么要事吗？也没什么要紧事，就是想来看看阿离。那要不要属下去通报一声？不必了，我迟些再来吧。母妃您真是，总是取笑臣妾。你都嫁入洗梧宫300年了，肚子还没什么动静，我不该问问吗？娘娘，这事又不是臣妾说了算。